惊悚世界降临，新北被选中进入惊悚游戏。就在所有人都惶恐不安的时候，我竟然能看到提示规则，于是从一个青铜成为了王者。惊悚游戏即将开始，请玩家做好准备。我操，怎么选中我了？惊悚游戏的传闻从未断过，传闻说被选中的人都会在游戏里嘎掉。那么接下来，准备迎接恐惧吧。一阵失重感传来，我眼前一黑，再睁眼只见眼前矗立着一座阴森森的医院。欢迎来到惊悚游戏世界，本次游戏时间为7天，请玩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，祝您游戏愉快。7天，这让我怎么活呀？检测到宿主穿越惊悚世界，系统已经开启。新手奖励 F 级鬼屋染血的剪刀，染血的剪刀，剪刀可不只是用来剪头发的哦。穿越必备的金手指，他来了，看来我这次拿的是主角剧本啊，进去看看。新北刚走进医院，只见一个女护士迎面飘来。你负责的是4楼的病人，今天401房一位病人需要服务。刚进游戏就遇到鬼，后面还会遇到些什么？小命还能保住吗？胡新北来到401门口，门上残留着干涸的血迹，怎么看都不像是一间正常的病房。提示：这间病房的病人很闹腾，你进去的时候会被不知名物体砸中，虽然不致命，但是会让你失去1名护工的威严。切记，在他们面前失去威严是一件很危险的事。这就是诡异世界吗？事情永远都是那么突然。一阵怪笑声传来，只见一颗披头散发的人头飞了过来。系统召唤剪刀。伴随着惨叫，病房里原本等着看笑话的病人都僵住了，一瞬间诡异地安静下来，直勾勾地盯着你。大家好，我是新来的护工，刚才是谁叫了服务？那个是我叫的。是谁在说话？出来！我在你脚底下呢，可恶的人类！等本小姐把脑袋拼回去，非咬死你不可。我叫的服务就是把你吃掉，啊哈哈哈！胡新北点点头，主动把脑袋给他拼了回去。说吧，你需要我服务什么？你不先把剪刀拔出来吗？没问题。说罢，胡新北收起剪刀，谁知道诡异女孩的头一分为二。啊，我不知道你的头这么脆。这一刻，病人们终于意识到，这不是一把普通的剪刀。这个人是魔鬼吗？进门就扎人脑袋，还故意把人脑袋给切开，好恐怖，简直比鬼还恐怖。由于你的骚操作得到了很好的立威效果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，这些病人将会对你产生极大的恐惧，他们终于肯听话了。你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病人了，脑袋能自己愈合吗？可以的。你不知道的是，其他楼层的玩家有人刚进门就被病人卸了胳膊，有人甚至直接被大卸8块。你那个服务……不用了，护工大哥太辛苦了，我就不给大哥添麻烦了。就在这时，大厅忽然传来了一阵刺耳的电子合成音：402房3号床呼叫，402房3号床呼叫。护士长安排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只要其他病人不按床头的呼叫器，就可以混到6点直接下班。啊，究竟是谁打扰老子在游戏里摸鱼？新北在402门口停了一下，提示并没有出现，于是提着剪刀推门而入。402同样是3个病人，一个把自己挂在墙上的老头，一个蓬头垢脸的中年女人，还有一个在床上嗷嗷大哭的孩子。胡新北径直3号病床的中年女人面前。怎么了？女人抬起头，什么都没说，指着2号床的小孩。他说这孩子太吵了，你要是不能让他安静下来，他就把你给吃了。提示：只要有理由指责护工失职，即便是吃了护工，护士长也不会怪罪的。好家伙，这才上岗不到1小时，就有2个病房的小伙伴想吃自己了。是医院不给你们提供饭菜，还是老子成了唐僧啊？新北走到2号床旁边，床上一个只有4、5岁的异类小孩正在哇哇大哭。别哭了，哥哥给你讲个故事，你一边听一边睡觉好不好？好啊，但如果我睡不着的话，就把哥哥吃掉哦，吃饱了我就会睡着了。好啊，来，哥哥给你讲个鬼故事。如果我睡不着的话，就把哥哥吃掉哦，吃饱了我就会睡着了。好啊，来，哥哥给你讲个鬼故事啊！给鬼讲鬼故事。在很久很久以前啊，有4个头上长天线的宝宝。不好听，我睡不着睡。你妈妈没教你吗？别人讲故事的时候别插嘴，你如果还要插嘴，我也要插嘴了哦。哥哥，那个，我困了，不用你哄了，我先睡觉了。一言不合就插嘴，惹不起。搞定了402的病人，新北走出了病房，来到1楼。
原来这么多同学都被选中了。我那层的病人太可怕了，有个病人只有半截身体。我看到王伟被他的病人吃了，吓死我了！我刚进门就一颗人头飞过来了。就在这时，护士长飘了过来。任务没完成，并遭到了病人的投诉，真是个废物。这一刻，所有人都被吓得不敢出声，生怕下一个就是他们。接着，护士长又给剩下的每个人都发了一个信封，信封里是根据你们今天表现给予的鬼币，每个楼层都有贩卖机，你们可以在那里购买食物。天黑之后就回休息室睡觉，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要睁开眼睛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回到4楼，胡新北打开信封，100的鬼币，这是诡秘世界的通用货币。随后，新北在贩卖机花了30鬼币填饱肚子。除此以外，他还注意到在贩卖机那一堆食物里面有一样格格不入的东西——手电筒，售价500鬼币。莫名其妙的东西能卖这么贵，绝对有道理。等鬼币够了来看看。默默将这件事记下。新北回到休息室，总觉得晚上会发生可怕的事情。看向窗外逐渐昏暗的世界，马上就要天黑了，不能这样被动。说着，胡新北检查门窗，在门把手上放了一个茶杯。不会有东西从床底下钻出来吧？如果有，那就让你尝尝我的臭袜子。准备了这么多，该睡觉了。我倒要看看有什么东西出来。时间1分1秒的流逝，一切似乎风平浪静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。来了吗？敲门声变得急促，是放在门把上的茶杯。伴随着脚步声，有东西走进了房间，但很快脚步声消失了。结束了，就这。就在这时，胡新北感觉到有东西蹲在床头，在对着自己的耳朵吹气。紧接着，双脚忽然传来一阵冰凉，房间里的东西把被子给掀开了。新北一动不敢动，死死闭着眼睛，因为他知道在诡秘世界中，只要遵从规定和机制，大部分情况下都不会有危险的。哈哈哈，北哥瞧把你给吓的。这声音不是自己的死党同桌张伟张胖胖吗？起来尿尿了，北哥。医院晚上压根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护士长忽悠人的。下午集合的时候，压根就没看到张胖胖啊。现在跟自己说话的不是胖胖。起床了，北哥。医院晚上压根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护士长忽悠人呢。下午集合的时候，压根就没看到张胖胖啊。现在跟自己说话的不是胖胖。特么的，睡觉。北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真的是胖胖啊！我说个你的秘密来证明一下，你有痔疮，你小时候偷看过隔壁寡妇洗澡，你还欠我300块。似乎知道胡新北已经铁了心不睁眼了，声音越来越轻，最后彻底消失。茶杯没掉下来，那昨晚的声音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全部都是假象？就在这时，传来一阵敲门声。天亮了，应该可以开门了吧？昨晚又嘎了5个废物，让你们天黑以后就睡觉，别睁眼，听不懂。没想到一晚上又有5个同学没挺过去。你今天的任务是给403的病人送药。护士长说完便消失了。提示：经过昨晚的遭遇，你应该也知道无法一路打穿通过游戏。利用剪刀，你只能对付 F 以及 F 以下的鬼物，请知晓。昨天401和402的病人都没到 F 级，所以才能被自己压制得死死的。但这并不能证明其他2个病房的病人也都是在 F 级以下。先去401了解一下。见胡新北进来，房内的3个病人顿时噤若寒蝉。403房的病人你们认识吗？不认识，不过大多数护工都是被403和404的病人吃掉的，我们真的吃的很少。看来重头戏真的是403和404啊。打探完，新北来到护士站取药。这么苦的药，狗都不吃。当然，如果能混着鲜血或者咖啡一起的话，味道倒也可以。我特么上哪去找鲜血？总不可能自己放血吧？于是胡新北走到贩卖机买了一包速溶咖啡和药。你好，我是新来的护工。403跟其他2个病房不同，这个病房有点像 VIP 病房，装饰的很温馨，并且也只有1个病人。又要我吃药是吧？说吧，你想怎么嘎？你这就误会了呗，我就是来送咖啡的，什么要不要啊？没有的事。是吗？我对咖啡可是很挑剔的，要是不好喝，你知道什么下场？提示：喜欢咖啡的苦涩，喜欢鲜血的腥甜，
更喜欢玻璃渣子割破的痛感，血液与咖啡在口腔里碰撞，加上喉管被割破的疼痛，会让他得到极大的放松与享受。这特么是正常人能有的癖好吗？那你等我几分钟，我去稍微改良一下，一定能让你满意。星北迅速回到前台，随后将几个玻璃药瓶子踩碎，最后玻璃渣全部混进咖啡里面。你好，这份咖啡一定会让你满意。女人接过咖啡抿了一口，独特的咖啡使她瞪大了眼睛，然后一饮而尽。虽然你偷偷在咖啡里加了药，但是这味道让我很满意。拿上这些钱，以后每天给我送一杯。好的，您的认可是我最大的荣幸。这就是有钱人的快乐吗？果然不是我们穷逼能比的。现在有1020鬼币，可以去买手电筒了。来到贩卖机，星北花费500鬼币购买了手电筒。恭喜获得特殊物品强光手电筒，解锁挑战任务血液的悲鸣。这就解锁挑战任务了。与此同时，手电筒自带的介绍浮现在脑海，光能照亮黑暗，也能驱散黑暗中的影影绰绰。晚上出门的时候，可一定要带上它。所以有了手电筒，后天黑也可以出门了吗？吴星北，救我！救我！李笑笑，救我！吴星北，救我！我什么都答应你。李笑笑哭喊着扑了过来。吴星北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们同学一场，你真的要见死不救吗？救不救同学是我的事，至于你，我肯定是不救的。为什么？只要你能帮我完成任务，我什么都可以做的。你特么别装了。什么？给我嘎！你是怎么发现的？怎么发现你是假货吗？当然是靠智慧。看来这将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恶战啊！既然如此，就让你来当我今晚的。来骗，来偷袭，有本事！吴星北，你来4楼干嘛？护士长让我来4楼打扫。这里发生了什么？没什么，你打扫吧。那个，能借我50鬼币吗？吴星北，就50，怎么样都行。下午6点准时下班，所有人在1楼集合，人数又少了很多。不多时，护士长来了，给每人发了信封。你今天的表现很不错，胡同学，你如果遇到危险，可以来7楼找我，我有刀，我可以保护你。知道了。回到房间，胡星北打开信封，居然有200鬼币，403那个变态女人肯定给了自己好评。很快到了7点30分整，天色瞬间漆黑，就好像忽然关灯了一样。就在这时，门外响起了慌乱的脚步声。胡星北，开门啊！胡星北，是罗梦薇吗？开门啊！胡星北，我求求你了，胡星北，开门啊！开门啊！且不说女生的寝室在1楼，就算是在隔壁，我也不可能开门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！开门！尼玛，开门啊！曹，胡星北，你去死吧！你去死吧！难道真的有东西在追杀罗梦薇？犹豫之后，胡星北蹑手蹑脚的下床，准备透过门上的猫眼看看外面的情况。胡星北，你为什么不救我？你好狠心啊！为什么不救我？为什么？这玩意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接着，胡星北又把手电筒对准了房门，小心翼翼的靠近，通过猫眼只能看到暗红色的走廊，其他什么也看不到。先等一晚看看，或者等金手指的提示吧。出奇的是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并没有发生什么怪事，直到凌晨2点。获得挑战任务线索：谁的哭泣声？血液的悲鸣，完成进度10%。没想到听到哭泣声，就直接提升了挑战任务10%的进度，但是我无法确定哭泣声的位置啊，金手指提示也没触发。今天收工睡觉。昨晚真的是罗梦薇。很快，所有人在1楼集合，4个女生变成了3个，少的那个人正是罗梦薇。很快，护士长出现了，开始分配今天的工作。404号房的病人跑去8楼了，去把他带回来。好家伙，病人都特么跑了。来到自己的楼层，胡星北掏出大剪刀就往401走去。护工大哥，怎么了？昨晚是谁在哭？大半夜的不睡觉，哭得嗷嗷的，想干嘛？ 3个人一愣，同时看向胡星北，面色惊恐。
过了一会，三人竟然晕了过去。获得挑战任务线索：恐惧、血液的悲鸣，完成进度20%。402去了，应该也问不到东西，直接去403吧。你最好不要管这件事，我还想多喝几次咖啡。为什么？护士长会嘎了你。这件事跟护士长有关。出去吧，想活着就听我的。先去把跑到8楼的病人找回来吧。有所决定之后，胡新北走到了电梯前。好饿，我好饿啊！在这狭隘的空间里，他们肯定跑不掉吧？好吧，我走楼梯。北哥，你终于来了，有事吗？记得别去8楼的公共厕所。之前小俊就是在公厕被杀的。小俊复活之后，在退出挑战前跟我说，那里面有一个诡秘，在你蹲坑的时候会问你要红纸、黄纸还是白纸，他选了白纸，然后就没了。来到8楼，灯光依旧昏暗，格局每一层都一样，一间一间的找吧。哪来的废物，离我病人远点。8楼的护工，你好，护工大哥，我是4楼的护工。护士长说我的病人跑到你这层来了，我是来带他回去的。404哪个病人吧，在厕所，赶紧带走。谢谢大哥，小心别成了他们的食物。你是来拉屎的吧？拉个屎吧。什么规则这么离谱？随后胡新北随意找了个隔间假装蹲坑，也就几分钟时间，厕所的灯光忽然闪烁了一下，紧接着一只干枯的手捏着3张不同颜色的纸从门缝下面伸了进来。骚年，你是要红纸、黄纸还是白纸啊？